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 We began to feel the fire.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er. The night's young and it's just begun as 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 阿马菲海岸是意大利南部坎帕尼亚大区的一段狭长海岸线，位于索伦托半岛的南部海岸。我们的行程安排是在苏联多 Sorrento 连住3晚，这里常被当作旅游阿马菲的第一站。再骑机车1日环游阿马菲海岸，另外1日则搭渡轮前往卡布里岛。我们现在要往港口的方向前进，往 Porto 的方向前进。现在已经10点50了，我们才旅行第3天，就累了，就开始偷懒了。那我们去 Porto 呢，就是要去走过来果然是 Porto， 要去卡布里岛。这天一早，我们来到苏联多的码头，首先看到 Capri Belle 的渡轮推销，而且是立刻开船的票，我们就马上购买每人24欧元的船票。超级挤的，刚刚一看到有10点50分的，就赶紧来买。但是其实现在已经10点了，已经10点58分了啊！那我们就赶紧来看一下 Number 5在哪里。向码头狂奔。我们一上船就立刻开船了。天哪，我们是最后一个上船的，船关了，差一点没赶上哎。渡轮推销的小妞要我们买来回票，但我最怕时间束缚了，所以就没买。结果回程在卡布里岛的码头买票，一样是 Capri Belle， 却变成19欧元，这果然是难易呀。说到卡布里岛，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蓝洞，但先说我们没有去。所以本集没有蓝洞。这日另一半出门前早就说，我才不要去看一个无聊的洞哦。而我挣扎于到底要不要为了只能进去短短几分钟的一个海蚀崖洞，在大太阳底下搭着小船在海上漂流排队。事实上，蓝洞其实非常依赖天候与海潮，若风浪稍大，潮位过高就会关闭，因此旅人们大概有一半的机会是无法进入的。蓝洞的蓝是因为阳光从水下洞口照入海水，再反射到洞内，使整个洞窟闪耀着梦幻的蓝色光芒。哇，原来上面挤了这么多人哦！我们刚刚搭这一班 Capri Belle 过来，乘风破浪的感觉可能会晕船哦，所以我们坐在下面一动都不动，大概45分钟的船程就到了。哇，超级人山人海的。结果呢，我们一来到卡布里岛，看到码头前汹涌的人潮，都是要去蓝洞。我不用挣扎了，直接放弃。因为感觉好多人哦。蓝洞有一定要看吗？那 Capri 的巴士就是前往蓝洞那边的，然后这边好像是坐船的。蓝洞的官方 Facebook 每天早上会公布这天是否开放，所以出门前一定要去查看一下。这支影片就当作是万一蓝洞没开该怎么玩卡布里岛的备案路线参考咯。刚刚在那个港口码头啊，看到这么多人要去蓝洞，就觉得有点心生畏惧。而且啊，在出门之前我就问另一半要不要去蓝洞，他就立刻说不要。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觉得就一个洞，然后有阳光射进来，蓝蓝的，好像蛮无聊的。然后呢，我本人，哇，这边的人家都好漂亮。然后呢，我也不是很想去，因为我不是很想要把命交给那些可能有点随性的船夫。尤其有稍微看了一下，就是说下船之前被逼着要小费，就觉得好烦哦，所以就不想去了。然后刚刚看到那么多人，当然就是会觉得有需要这么累吗？还是要想要走比较悠闲一点的，
所以我们现在想要走去 Central， 走这条路一直是上坡，应该就是远离港口。港口一定都是在比较低的地方，所以在这边旅行啊，比如说搭渡轮要去阿马菲什么的，都要有心理准备。那就是要从比较低的港口，然后往上爬到山层，通常就会非常累哦。所以还好这次都没有搭渡轮。昨天是骑摩托车，骑尾式牌，还不少人带行李箱，他们都爬得哀哀叫。所以啊，在 Sorrento 住3个晚上真的是正确的。从港口一路爬上来，都走这么小的小巷道。听说有缆车，但是我们刚刚就看到这个往 Central 750公尺就开始爬了，但是是一路上坡。哇，好累哦，但是好美哦。这条 Truglio 路真的很夸张。我们就是一直沿着这个 Capri Central 这个指标，呆呆的一直走哦。但是很多人在走，一直往上坡，蛮有意思的。意大利的 espresso 大家都知道，其实是到处都有，而且价格便宜，一杯0.99欧。但是我们这2天来到这一区啊，就是 Sorrento 到阿马菲，大概都2欧起跳。刚刚看到卡布里的这个餐馆，它的 espresso 一杯5块，这个是很重要的 espresso 指数哦。这个紫色小花好可爱哦，在山壁上面。好像人声鼎沸耶！啊，这里好有风情哦。哇，大家都挤在前面了。呼呼，我们又来这里卡布里岛乱吃花大钱，这边的物价不是开玩笑，也就是都是贵2-3倍以上。来吃哦。好大的柠檬，烤鱿鱼。你看这上面全部是柠檬哎，红色的柠檬。好美的窗哦。
来到最热闹的卡布里小镇，缆车站一出来就是市政厅。卡布里岛真的好夸张哦，好多人哦。我们刚刚就是从这个港口爬上来的哦，一步一步爬上来。你这样还要不到第一啊？哦，好。卡布里岛应该是有钱人的度假胜地，还有很多精品名店，这就出现 Prada 了。Everyone's coming down here now, baby. 计程车一整排。你说被鸟带着刚刚前面是2个插队，然后就被意大利的验票小弟赶下来。我刚才还想说他们杀价，好像杀了那个意大利老板不高兴，原来不是这样子哎，那个一包柠檬糖竟然卖6块 ，Sorrento 那边卖3块而已。他讨厌你。Thank you。付钱。哎呀！最后的重头戏是我在卡布里岛唯一的推荐必去，就是在 Enna Capri 小镇搭上单人吊椅缆车，而且这绝对是最特别的交通工具。缆车一路向上，13分钟后来到索拉罗山。刚刚缆车啊是站在一个点，然后啊屁股直接就是坐上去，好紧张哦。那个服务人员给用推的。然后那个阿伯好凶哦，我们稍微动作慢一点就被凶了。
我觉得腿软软的。这个太紧张了，脚就掉在外面。山顶是卡布里岛的最高点，海拔589公尺。但是先说哦，本人有一个只要爬上制高点就会云雾弥漫的人品，所以来到山顶上，我们什么也没看到，然后就下山了。但是我还是超推，这表示多么有趣了吧！再说到山顶上，据说可以看到卡布里岛的轮廓、地中海无边的蓝、那不勒斯湾、维苏威火山，以及3座卡布里岛的地标海蚀崖。山顶到喽！哇，爬上来山顶上，结果是这样子的。我的命大概就是这样子，每次爬到山上或者是什么高楼上面，说高塔上面，常常都是这样子。坐上缆车的方式很让人紧张，站在一个定点朝前的位置，缆车从你的背后到来，当你被推着一屁股坐下，再扣上安全感，就开启了像穿越云端的独角戏，周遭都很安静，只有一个人，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向背后的另一半喊话。当然钓鱼缆车绝对是即使什么也没看到也要尝试的玩意儿，半山腰的景色已然值得。这就是我们的卡布里岛，相当不完美，但还是乐趣十足。太阳突然又出来了，那现在上去了，也许看得到。Sorrento 的票，但是很奇怪，回程只有19块。还好来的时候没有跟那个小妹买 round trip。只适合吃，不适合拍的披萨，丑丑的。丑吧？对折，直接去烤。当然。
6:35的船挤成这样子哎。坐渡轮码头的烦恼就是要爬那么高，大家一贯的要爬上去咯。爬那么高呢？早上就这样子爬下来，现在想要走这个缓坡，不知道会到哪里。好离谱哦！那这样爬这么离谱，太离谱了。然后另外一边是这样。然后大个便还不给他走。